欢迎加入 Money Money Home 会员频道，感谢您对本频道和本人的信任。针对会员，我们有专属的电报会员群，您可以先进入公开的电报交流群，私信群管理员，并提供你的 YouTube ID， 通过验证后，我们会把你拉进会员群。您在会员群里的每一条消息，我们都会尽快回复。本期视频我会从批量注册 Gmail 的需求出发，介绍 Gmail 的风控难点，然后介绍我自己开发的 Gmail Boot 谷歌邮箱注册机的安装和使用。如果您对注册流程、两步验证、身份验证器、应用专属密码还不熟悉，建议先看我之前那期 Gmail 注册加养号全攻略，看完再回到这期会更高效。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因为这样会让我的视频被更多人看到。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和会员群提出建议与问题。免责声明，我分享的只是 Gmail 批量注册的技术实现方式，任何使用该方案从事非法活动的行为与本频道和本人无关。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第一部分，批量注册 Gmail 的难点。基于我对谷歌政策条款的理解，结合我的注册经验，我认为主要是如下3个难点。这里我用思维导图总结出来，分别是动态代理、设备指纹和接码电话。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谈。我们先来看一下动态代理。谷歌平台真正看重的不是你有没有使用过代理，而是你的网络行为是否稳定、合理、可解释。这里有3个常见的风险点。第一个是 IP 与 ASN 信用等级。IP 如果属于数据中心网段，或者被谷歌标签过滥用过的子网，或者同一 ASN 段里短时间密集出现了多个新账号，都会提高 Gmail 的注册风控。第二点，地理与时区一致性。动态代理的地理位置与设备上标识的时区不一致，这类不合常理的轨迹很容易被判定为非自然使用。第三点，网络连接相关指纹。动态代理存在 DNS 泄露、WebRTC 泄露、数据包丢包导致的频繁重连，都会成为环境异常的旁证。这里我建议大家在使用 Gmail Boot 注册机的时候，尽可能找那些没有注册过 Gmail 的好的动态代理，或者说没有被滥用的动态代理厂商。如何找到好的动态代理，也是需要一个一个尝试的。大家可以在我的会员交流群里面进行讨论。我们不一定讨论哪些动态代理好用，大家可以标注那些动态代理不好用的厂商，这样大家把这些数据维护好，同样能帮助到大家。第二点，设备指纹。谷歌平台不只是看 User Agent， 它会综合硬件和软件的全景画像来判断你是不是自然人。具体来说，有3个点需要大家关注。第一点，基础维度。这里讲的基础维度就是我们操作系统的架构、操作系统的语言和键盘的布局，以及我们的时区、分辨率、字体、显卡、硬件并发数、内存提示、媒体设备等等这些数据。第二小点，渲染与计算特征。这里我们主要强调的是 Kevin's、WebGL 还有 Audio Context 这些微特征，包括抗锯齿、着色差异等等，也会形成稳定的标签。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如果说大家不去混淆 Kevin's 和 WebGL 还有 Audio 这些参数的话，那么在我们很多平台检测的时候，你的机器码通常只有1条，或者是你的机器码被重复使用过很多次，这个是很容易就能够识别到的。第3点是我们的本地存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Cookie、Local Storage 以及我们的 Indexed DB， 这些都会影响账号是否像真实的人。最后一点，我们来谈一谈接码电话。很多人把能接收到验证码当作全部，其实平台看的是号码的信用与可持续性。具体来说有2点，第一点是号码来源与复用，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电话号码它是否是可疑的来源，或者是这个电话号码被多人复用、频繁跨区使用、短周期重复注册，这些都会把号码打上高风险的标签。第二点是归属与地理位置是否一致，也就是说我们的电话号码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与当前设备的网络、时区、语言是否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如果存在不匹配的现象，这样也很容易被判定为异常组合，
也容易被标记为风控。好了，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批量注册 Gmail 的难点。那为了规避这些，我自己研发了 Gmail Boot 注册机。从第2部分开始，我将介绍我自己是如何去规避这3大点的。第2部分 Gmail Boot 的安装。大家在购买过 Gmail Boot 注册机以后，会收到一个安装文件，我们只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个安装文件即可。右键点击 Run as Administrator， 点击 Yes。 这里是我们需要去选择安装路径，这里建议大家不要选择安装在 C 盘，因为 Windows 的 C 盘的读写权限很复杂。我们把安装路径调整一下，然后点击 Next， 点击 Install。 好，这样子我们的 Gmail Boot 注册机就已经安装完毕了。第3部分 Gmail Boot 的配置与使用。2 hours later， 输入完账号和密码以后，如果出现 Start Tab， 代表说你已经通过了我们程序的一个用户验证，然后我们选择 Run Now， 然后点击 OK。 此时正在进行程序的初始化。当出现这样的一个配置界面的时候，代表我们的程序已经完全启动，并且已经加载了。现在我们开始讲解我们程序如何配置。我们先来讲一讲首选项的一个配置。我们先输入一下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我们需要去填写我们的安装路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需要用到的是反斜杠，而不是我们 Windows 这里的正斜杠。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文件夹的安装路径的文件夹拷贝过来，然后把反斜杠替换掉。然后我们需要去确认一下是否要开启随机游走。这里讲的随机游走，就是当我们的页面加载完毕以后，是否要设置一定的时间，使得我们的页面鼠标像正常的人一样在浏览。如果你希望有的话，你就选择 Yes； 如果不希望随机游走的话，就选择 No。默认情况下是 No。最后一项是短信服务提供商。当前我们 Gmail Boot 注册机兼容2种平台的接码，第一种是 Firefox.com， 第2种是小雏菊。很抱歉，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去发音，所以我就单独给它取个名字叫小雏菊。那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如果你选择的是小雏菊，那么你就需要去配置小雏菊的短信服务密钥，以及你的最大出价、你的接码的国家，以及你如果拿不到电话号码需要尝试几次。那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火狐。火狐的话，如果你设置好了以后，你同样需要去输入密钥，然后接码的最高出价，然后还有国家代码，以及你的尝试去拿电话号码的次数。这里我把2个接码平台如何获取短信服务密钥跟大家解释一下。当大家完成登录火狐的时候，界面就会出现到它的首页当中。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弹窗关掉，然后点击 API 对接，选择我的 API 资料。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拿到你的 token 的时候，你需要去回答一些安全问题。点击显示资料。当你的安全问题回答正确的时候，此时你的 API 的名字以及你的密钥就会出现。我们拷贝这个密钥，将火狐的短信服务密钥拷贝输入到这个输入框里面，然后我们设置最大出价，然后设置国家，以及你的
电话号码、尝试次数、火狐的最大出价以及国家代码，我们需要到火狐的官网上去查询。点击服务项目，点击价目表，然后在完整项目 ID 这里，我们输入1002，然后点击查询。1002就是接收 Gmail 注册的接码的这个项目。此时我们就看到了不同的号商它的一个报价，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接一次码 0.58、0.6、1.2、1.23、0.53等等。那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然后可以去填写自己的这个最大出价。如果大家需要查询国家代码的话，我们需要点击文档页面的国家代码。那这个页面展示的就是所有国家的缩写，大家只需要去把前面的这一些3个字母的写进去就好了。Gmailbot 这里我们是可以去做多个国家的设置的，比如说我们设置好 USA， 然后哥伦比亚，都是以逗号的形式，大家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多个来选。这就是整个火狐短信页面设置的这样的一个说明。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小雏菊的短信服务密钥如何获取。我们点击首选项，然后选择小雏菊，然后我们再点击小雏菊的这个标签页。现在我们来获取一下小雏菊的短信服务密钥。在获取短信密钥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小雏菊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火狐是各个国家都可以去接收的，大家看一眼，它可以接收到南非的、马来西亚的、香港的、泰国的、印度尼西亚的。那我们的小雏菊只接受美国的，也就是说它只有美国的电话号码。我们先来登录一下，点击 Login， 然后将自己的邮箱和密码输入，点击人机验证，然后再次点击 Login。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登录，然后我们在左边的菜单栏里面找到 Profile 这样一个选项，然后点击。此时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 API Key， 这就是我们的服务密钥。将这个服务密钥拷贝，回到我们的 Gmail 注册机，将我们的小雏菊的服务密钥粘贴过来。此时我们要去找到当前小雏菊的短信最大出价，我们继续回到小雏菊界面，找到 Gmail、YouTube 和 Google 的这个选项，当前是 0.2 元，那这个价格也会浮动的，建议大家填到 0.3。我们回到我们的 Gmailbot 设置页面，这里的最大出价就是美金了。火狐的最大出价它是按照人民币来计算，而小雏菊的这个最大出价是按照美金来计算。然后因为它只是美国地区的电话号码，所以我们这里写入 US， 然后写入大家希望尝试多少次去拿这个电话号码，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整个小雏菊的短信设置。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动态指纹这个页面如何设置。动态指纹是我们需要去购买的，而购买的这一套指纹里面，它是随机的，可以去定期的跟着我们的浏览器的版本升级而升级的。所以这里面的动态指纹强烈建议大家去购买，否则在我们注册 Gmail 的时候经常容易报错。这里我们先演示一下如何去购买动态指纹。在浏览器里面输入 FP 这样的一个地址，然后我们就会跳转到这个动态指纹的购买页面，我们点击 Get a Key，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价格表，我们往下滚。如果你买1个月的话，那么是30美金1个月；如果你买3个月的话，那么是60美金1个月，相当于便宜了30美金。这里我建议大家，如果是长期去使用的话，可以去购买3个月这样的一个套餐。我们点击购买。接下来这个页面就是整个的购买页面，
这里的话也支持数字货币，也支持 PayPal 或者是信用卡。我建议大家会去使用信用卡或者是 PayPal， 因为数字货币它的 gas 费，也就是它的交易费用特别高。后面的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大家按照这个操作页面一步一步完成就好了。当大家购买好动态指纹以后，大家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网站去查询到你购买过的指纹的 key， 因为我购买过很多套，所以在这里都会显示。我就开始打码了。我们拷贝这样的一个 key， 然后回到我们的 Gmail Boot 注册机，将动态密钥拷贝过来。完美画布这个地方是有另外一套程序来支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这里我给大家已经放到了右上角，然后设备类型这边大家可以选择桌面版本，或者是 iPhone 或者 iPad。那我这里也新增了一个随机，这里的随机是我们每一次都会把适合注册 Gmail 的一些设备归好类，然后放到一个集合里面。关于指纹入库时间，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所有的浏览器每一天基本上都在有更新，所以我们大版本的浏览器更新的时候，我们的指纹也会稍加的进行改动。而这个动态指纹它会不停的去采集现有的最新版本的浏览器的一些指纹，所以我建议大家通常选择15天以内采集的。当然，如果大家觉得其他时间30天以内采集的这个指纹也可以。好，动态指纹的这个页面设置就讲解完毕了。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动态代理页面的设置。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安装路径，在我们的安装路径下面有一个 MMH_configure， 我们双击点击进入。这个里面我有一个空文件的预设值，然后大家可以打开看一眼。我们购买好的动态代理通常都是以 IP 英文的冒号，然后加上端口，加上用户，再加上密码，这种方式来展现的。那每一条，如果你买了10条，那就是10条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们只需要去把这样的文件保存好，放到你电脑的任意一个路径下面，但是你必须要在我们的 Gmail Boot 这个文件路径进行指定。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文件夹符号，然后我们选择地盘，然后我们选择 Demo， 然后我们选择我们的刚才的安装路径，选择好，然后我们把刚才的这个 Proxy List 这个文件选择，然后点击 Open。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整个动态代理的指定。当然，你的动态代理也可以去选择你的类型。通常我们为了稳定起见，一定要去购买 SOX 5的动态代理。HTTP 不是不可以，只是因为 HTTP 相对在连接的时候不是那么稳定，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去指定一下我们动态代理的类型。然后有关于是否开启 IP 检测，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 IP 检测是在整个 Gmail 的注册过程当中，从打开第一个网页开始，到最后把号注册出来，把邮箱注册出来，如果期间任何一个节点发生了 IP 改变的这种现象，那么本次注册任务马上就会被终止。如果大家需要高质量的这个 Gmail 的申请的话，建议大家打成 Yes。好，这就是我们动态代理的设置的说明。最后我们来讲解一下邮箱设置这个页面如何进行配置。机器人数量代表的是说您希望同时有多少个窗口进行 Gmail 的注册。申请谷歌账号数是您希望本次启动 Gmail Boot 注册多少个邮箱即可停止。是否开启身份验证器代表说我们如果注册成功了 Gmail 以后，我们是否在 Account 那个页面当中去将我们的身份验证器打开。是否开启 Gmail 邮箱独立密码
代表是说，如果你需要通过新兰或者是 Outlook 第三方的邮箱来登录你的 Gmail 的话，你就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至此，我们所有的配置就全部讲解完毕了。第4部分 Gmail Boot 程序演示。这里我来解释一下，当前我们的日志里面显示，小雏菊这个平台它接一次码是 0.2U， 但是我们设定的最大价钱是 0.3， 所以它满足这个条件，然后它就可以去继续执行后续操作了，并且我们这里自己建立了一个黑名单。如果说这个 IP 长期的存在于我们黑名单中，今天用过了以后，或者以后去查询的时候，它如果还在我们黑名单里面，我们也不会去使用进行后续的 Gmail 的注册。好，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开始进行2步验证了，我们当前这个窗口。好，2步验证已经打开。然后我们会去设定 APP 的独立密码。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了一次随机游走。好，我们的 APP 的密码已经得到了。然后我们会去开通我们的身份验证器。这个身份验证器也是对接我们自己官网上面的身份验证器的 API 的。大家看到日志上面显示需要去验证你当前的这个身份，扫描2维码，代表我们这个 IP 是不纯净的。好，这个时候我们正在获取。获取到我们的验证码的密码了。好，这个时候也做完了。好，开始保存。好，这个就代表我们这个 AG 的这个 AGNU 开头的这样的一个邮箱已经注册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继续去录屏了，我先暂停一下。然后大家有看到，在我们最终的这个注册的这个密码里面，这个文档里面，我们有看到我们的整个的数据已经拿到，我们邮箱在这里 AGN 的这个邮箱，然后这是我们注册的密码。以及我们的恢复邮箱在这里，这个是我们的 RFA， 也就是身份验证器的那串码，这个是我们 Gmail 第三方登录的这个密码。
好，这就是我们整个的演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了，这就是本期会员视频的全部内容。最后再次提醒我们的会员，赶紧加入我们的会员电报群，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联系了。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就请你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这样能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如果你对我的视频内容有任何建议，也请你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你的。我们下期见，拜拜。